到底是啥给了一些人错觉？专业 GT3 赛车很容易啊？是王一博发着烧咳嗽不停，还能在雨天拿下亚军吗？还是高清赛车摄像的慢速回放画面吗？要知道，参考王一博的圈速换算下，赛车的平均速度是在150-160公里每小时的。过山车的刺激在于瞬间的失重和加速，但王一博这车速是过山车的1.6倍。你自己代入感受下，也别再说我行，我也能上了。看看这才是赛车驾驶舱的正确打开方式，多少复杂的仪表盘控制器，且赛车方向盘转向虚极大臂力，每一次超车，每一次防守都是体力、专注力与技术的结合。普通人高速上飙个120-130都算寻刺激了，但赛车手难得不是速度，而是怎么在持续狂飙中高强度精准的控制这台起飞的猛兽。关键你看王一博第一次赛的这个宁波赛道长这样，天气都不说了，这么多连续过弯超车，全程均速还得近160。要知道赛车在高速过弯时还会承受2到3倍体重的激励，且需在0.1到0.5秒内完成刹车点判断、转向角度调整及油门控制的，打1秒可能冲出赛道。所以你可以看到王一博所有赛车休息的花絮时间训练的都是超绝反应能力，这和天赋有关，但更多也是需要长期训练形成的肌肉记忆和瞬时反应机制。所以就连王一博这种爱耍酷的人，赛后都第一次说了这是一个艰难的周末，他高兴的是自己完成了终点线。王一博说的难，那是真难了。你看车队工程师赖师傅发的感叹也是，新手在学会走路之前，短短2天就会了跑步，所有的不可能条件还好最后令人满意了，也感谢他全程都记得给一直咳嗽的酷盖送水缓解了。难是真难，所以牛也是真牛。就像今年意大利解说员在转播宁波赛事时也代替了王一博去年喜提的 The Wall 外号，来肯定王一博的实力。毕竟谁家赛车手职业首战就在最后一圈展现出了强大的防守技巧，顶住了后方对手猛烈的进攻的。那次解说直接叫他铜墙铁壁的男人了，没有谁的荣耀是随随便便成功的，特别是竞技类运动多的是你看不到的努力。探索心境时候也一样，每一站对于王一博来说都有 Mission Impossible， 他比谁都知道难，但他真的是很会一次次调整自己，在所有不利条件 buff 叠满的情况下他都能杀出来，没让为他而来的粉丝失望。没有比脚更远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肯定王一博的成功有这么不容易吗？这就是现实版的逆风翻盘吧，人怎么能够争气成这样？宁波赛车比赛前一天的王一博还因为雨天打滑冲出赛道，导致车身受损严重，事故引发的舆论还让他被一群人质疑。谁知仅过了1天，王一博就凭实力拿到了亚军奖杯。那些说他车技不好还立人设的，绝对想不到打脸来的这么快。其实赶的这种定期跑赛车本身就是内核强大，再加上宁波赛道还是最具挑战性的赛道之一，难度只有专业赛车手知道。王一博在1年也练不了几回车的情况下还能拿到亚军，真的天赋极强，并且从了练习赛中赛车失控时的情况来看，王一博经验丰富，心理素质极强，是一位非常专业的赛车手，而不是想用赛车来立人设。还记得去年的珠海站比赛，王一博就和队友一起先后拿下了冠亚军，如今第2次参加专业赛事，又用亚军为自己加冕，真的很难不佩服他的实力。难怪连很多赛车圈的专业人士都忍不住夸奖王一博，还真的是一个干一行就能行一行的人。比赛当天面对同样大雨天气，王一博没有因为前一天的失误就因此退缩，反而表现出了100%的专业。正赛过程中每一圈都在刷新自己上一圈的速度，有胆量又有技术，还跑出了全场比赛的最快圈速，这大概就是顶级天赋者的实力。还有专业摄影师在比赛过程中拍到了王一博弯道漂移、轮胎短暂离地起飞的精彩瞬间。要知道这种专业级别的操作，只有技术过硬、胆量够大的车手才能够达到这种效果，难怪连央视都忍不住为了圈粉。王一博拿下冠军后，央视频和人民文娱等官方账号都忍不住发文夸奖。央视频一连带了3个话题，一篇微博硬是写出了为自家妻儿子打 call 的即视感，而人民文娱则是为王一博不断的破圈行为点赞，指出王一博在赛车场上的出现，让赛车文化不再只局限于圈子内部，而是成为了一种普及的文化现象，吸引了大量的年轻观众关注，成为了流行文化的一部分。字里行间都是对王一博的夸奖，因为王一博的出现让中国的赛车文化强势出圈。王一博不仅用顶流的身份在这赛车圈子做大做强，更是让很多不懂赛车的人看到了专业车手的实力和水平。种种迹象都表明王一博注定会成为一个划时代的人物，能成为他的粉丝简直太骄傲了。终于知道王一博成功的原因了，他的字典里从来没有放弃2个字。宁波赛道第1天练习，王一博就因为受的大雨的影响，导致车辆打滑冲出赛道，在连续旋转数圈之后撞上护栏，车身受损严重。本以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会退出练习停赛休整，可万万没想到，不过短短几分钟时间过去，他就开着备用车以16号车手的身份重新出发。尽管打滑情况再一次出现，王一博也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只是不断的刷新的车速，暴风吸入上一轮的经验，以超乎寻常的勇气和反应速度朝着自己的目标进发。在王一博身上好像从来都看不到放弃2个字。还记得当年他参加摩托车比赛，半路出现机械故障问题，他也依然推着摩托车在赛道上小跑，不愿意放弃重新出发的希望，哪怕最终还是遗憾离场，他也从不缺乏重新再来的勇气。紧接着下一次比赛就成功拿回了失去了荣誉，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我不相信我没有办法完成。
但是我只是知道是时间的问题。在王一博身上从来都看不到退缩和放弃，即使面对未知的事物，他也从来不会感到恐惧。第一次爬雪山就遇上了高反加雨雪天气，危险的处境让王一博不得不选择放弃。可下山不是因为他萌生退役，而是适当缓解之后的再一次出发。仅仅1天过去，眼看高反症状有所缓解，王一博便选择了继续往上爬，哪怕在几千米的海拔上喘不动气，人刚走起步就感觉十分吃力。可王一博依旧没有选择放弃，而是对一切困难都无所畏惧，最终在身体负荷十分严重的情况下，终于完成了整个路线的攀登。还有他作为新手零经验第一次攀岩，被挂在半空中遭遇大暴雨，哪怕身体已经淋到差点失温，王一博也依旧没有打退堂鼓。不服输的态度不仅让他完成了攀岩，还成功开拓出了一条从来没人攀登过的线路，名副其实的风雨无阻。第一次潜水就遭遇到了雷暴雨，不适应耳压平衡，头也被海水的压力挤到了不舒服。同样的情况放到别人身上，或许早就已经失去再来一次的勇气。可王一博同样没有向困难认输，而是一次次的继续尝试，用一直努力就会成功的态度，最终成功完成了挑战。很多人说王一博就像爽的男主，自带系统天赋点击高，可越看他的人生态度，才发现他只是比别人多了几分与命运对抗的勇气。王一博从来不是天选之子，只不过是他不愿意放弃而已。无论对待什么事情都胜负欲爆棚，精神内核强大到可怕，不缺乏从头再来的勇气。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不成功啊？就问内娱还有比摩托姐姐更惨的粉丝吗？听说过留守儿童，还没有听说过留守粉丝的。自从王一博开启跨界模式，就执着于在各个赛道上到处乱窜，一会儿户外一会儿赛车，上山下海无所不能，去的都是什么冰川、雪山、崖壁、海底。王一博在外面勇闯天涯，徒留粉丝在家里担惊受怕，每天一打开手机接收的就是更加惊险的消息，不是出现高原反应了，就是赛车又滑出赛道了，心脏简直不亚于在高空蹦迪。别家粉丝只是担心自家正住不要塌房，王一博粉丝却还有担心冰壁、山壁、雪山都别塌。相比于内娱粉丝对于塌房的艺术性表达，王一博的塌房很有可能是真正物理意义上的房子塌了。光是看热搜词条的惊险程度，就连当王一博的私生都得再三思量一下，毕竟前段时间还在海拔5000米的冰川盘冰，转身又冒着大雨跑去宁波赛车，看到车辆法华连续旋转撞上护栏的那一刻，粉丝的心就差没跳到嗓子眼了。第一次发现追星竟然也是一件如此惊险的事，明明当初自己入坑的是一个唱跳爱豆，如今却仿佛追了个体育明星。赛车和户外运动才是主业，内娱才是真正的跨界。连其他家粉丝看到王一博再一次以各种姿势登上热搜，都会忍不住的问一句：摩托姐姐，你蛋真的还回来吗？不过别看如今的王一博好像有些不务正业，但回看来时路，你就会发现他是真的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了旷野，几乎每一项被他热爱过的事物都会被他变成真正的事业。喜欢跳舞就去当舞蹈导师，开了街舞相关的电影涉猎；喜欢摩托车和赛车，就通过学习将自己变成职业车手；爱好户外运动，就去拍纪录片和宣传片，将自己喜欢的事情做到了一定的高度，并且可以一直去新的领域不断探索，用自己的影响力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永远都在打破舒适圈。真的很羡慕王一博的人生态度。而粉丝喜欢王一博，也不只喜欢他爱豆不止一个身份，更喜欢他不断探索新的领域，喜欢他不断的挑战自己，也喜欢他自由且无畏的性格。在自己去不了的赛道，与王一博帮忙实现梦想，更多的是因为王一博活成了粉丝想要成为的样子，热烈、自由、洒脱。而从目前来看，王一博所有的精力都在自己的爱好上，执着于征服每一座大山，跑遍每一条赛道，根本没有时间塌房搞抽象，冰天雪地也总比花天酒地的好。